大家好，1个月之前我说哈梅内伊要被灭，必须建仓金矿、军工 ETF。战争爆发之后，3月3日美股开盘之前我就上影片提醒大家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出现股票大跌，千万不要慌，因为我从历史和逻辑上分析了，战争不会拖太久，大跌就是普通人翻身的机会。所以说我周一卖出了金矿，周二坚决抄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进去，我现在是知行合一，我是哪家巨头跌得多我就买谁。买的最多的就是韩国的 ETF EWY， 韩国股市这几天是跌到熔断，韩国散户都哭惨了，但是我是坚决在这个血流满地的时候买入。今天是3月5日，韩国综合指数暴涨 9.66%， 全球其他的所有指数都开始上涨。现在美伊战争发展的情况好像比我预想的要更加快一些啊，战争可能会提前结束，所以我现在就必须给大家分析一下，千万不要等到川普宣布什么战争结束，我们赢了以后再买。提醒大家，影片都是我的个人投资笔记，我提到的所有股票代码和投资方向都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投资建议。你想要学习，必须自己再次深入研究，也欢迎提出不同的观点。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没有开户木，美国用户现在入金就能获得最高价值1000美元的英伟达股票，而且还能享受2个月 8.1% 的年化现金利率。接着研究现在的投资策略，我们必须快速过一下最新战局，这个非常重要。周二全球股市，尤其是韩日台股票大跌，因为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韩日台的芯片制造几乎是全部依赖中东地区的天然气，所以如果战争拖的时间过长，三星、海力士、台积电、日月光等等的所有都要关机，所以市场怕了，疯狂踩踏，满地流血。但是现在市场出现了一个变量，直接改变了战场的局势，这个人就是川普总统。霍尔木兹海峡不是被伊朗关闭的，它是被英国保险公司关闭的。周一 Not Standard 伦敦保赔协会宣布暂停在伊朗水域和波斯湾的保险业务，没有保险，这些船东就不敢走。但是川普太厉害了，他一下子就找到了问题所在。3月3日他就签署命令，让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 DFC 以非常合理的价格为所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政治风险保险，还有财务担保，覆盖所有航线。美国海军会直接护送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直接从英国手里抢走了垄断了300多年的海运保险业务，这个市场是每年至少400亿美元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今天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就宣布，第一，伊朗海军全军覆没；第二，伊朗空军已经不复存在，美国已经取得了全部的制空权。这句话非常重要，他的意思就是美国的 B-52 轰炸机现在可以长驱直入，直接飞入伊朗。它每一架飞机就可以带 31.5 吨的弹药，可以24小时轰炸伊朗，甚至伊朗的地下基地。所以海格塞斯强调，这个战斗一切才刚刚开始。美国从今天开始，它的轰炸要比以前猛烈几倍。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前几天大家看新闻都是什么沙特、阿联酋酒店、油厂、居民区被伊朗袭击的影片，从今天开始基本上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伊朗的导弹发射车基本已经全部被灭了以后就会更加安静。等待安静之后，就是地面部队进去了，打扫战场。美国可能不会亲自进入，但是根据今天的新闻， CIA 已经和伊朗的库尔德人合作，库尔德人就会全部装备上美军的装备，从伊拉克进入伊朗。所以现在的战场格局已经非常清楚了，以色列负责攻击北部，美国负责伊朗的中部和南部，库尔德人从西部地面推进，整个德黑兰在未来将会受到海陆空7×24小时的打击。所以从今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渐开放，油价和天然气就会下跌，之前恐慌大跌的股票将会大力反弹。所以我跟大家说在投资股票的时候，这一套逻辑如果你明白了，你就不会恐惧你就不会在大跌的时候把自己的股票卖出，而是像我一样会买入。而且因为战争引发的大跌，大家一定不要等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才投资，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现在大多数人其实还是看不清局势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机会。接下来我会根据最新的市场情况详细讲解一下我接下来美股的操作方向和个股。还没有美股账户的朋友，我建议大家都用一下木。我最喜欢用木是因为它就是一个小型的 Bloomberg 终端，你点击市场的时候就可以一下看到全球市场的实时信息。点击美股不但可以看到各个板块涨跌情况，各种投资主题的龙头股票，还能时刻追踪机构投资者的仓位。
美国股市70%的玩家都是聪明的机构投资者，跟着他们方向不会错。选美股往下拉，有机构追踪，再点热门机构，大家就可以看到最厉害的先锋领航。他们最近买的头部仓位我都加入了自选股。这一栏显示先锋领航还在大幅买入，这就说明他们已经在悄悄布局。这一套类似的信息系统 Bloomberg 一年收费都是3万刀，而 Moomoo 全部都是免费的。现在点击置顶留言的链接开通账户，你还可以领取新科大礼。美国用户入金2000美元可以获得100美元的英伟达赠股，入金10万美元可以获得1000美元的英伟达赠股，前2个月还能享受年化8.1%的现金利率。新加坡用户入金1万新币可以获得价值300新币的奖励，最高可获得价值1100新币的福利。其他地区的观众也可以点击我视频下方的链接查看当地的新客福利。感谢大家支持，要发财你得先有美股账户。好，现在就进入最关键的部分，买什么？短期来看，跌的最多的优质股反弹起来应该是最快的，尤其是因为天然气问题导致恐慌而遭到抛售的韩国 ETF EWY， 它的基本面没有变，大跌会触发算法抛售和杠杆斩仓，所以跌的会非常猛。而且 EWY 主要是三星海力士的存储股，市场需求没有变，所以我是坚定的买入。台积电、美光也是同样的逻辑，芯片需求没有改变，算力需求还在爆发式增长，他们都跌了。这个时候你买入就是捡钱。有朋友就问，为什么 Meta、谷歌、微软、甲骨文这些没有怎么跌？原因非常简单，第一就是之前他们已经大跌过一轮了，第二他们的财报实在就是太好了，如果再跌就变得太便宜了，这个机构就会抢着买，一下就把它顶上去了。真正跌的是什么？是那些需要大量天然气发电的科技股，芯片制造、数据中心、AI 训练等等的。但这个又从另外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投资重点方向还要强调一下，那就是电力。我之前讲过，电力的基础设施 ETF PAVE、个股 JEV、PWR、CAT 都是电力必备的投资方向。有很多人也留言说，问投资美国核电是要买 NLR 还是 URA？ 这两个全部都是 ETF。NLR 它主要是投资核电站的，它属于公共事业板块，现金流比较充足，走势比较稳健，非常适合稳健型投资者。而 URA 这个 ETF 它主要是投资铀矿开采的公司，属于大宗商品，它的特点是波动大，跌的时候跌得多，但是涨的时候也涨得非常猛，它适合进攻型投资者。接下来黄金是怎么操作？我认为跌了还是可以买的，因为核心逻辑就是战争结束之后，美国石油公司会接管伊朗的石油，而大量新增的石油会全部送给美国，这就会把美国的天然气、汽油的价格全部打到历史低位，能源价格下来了，通胀就下来了，而通胀下来了，美联储就可以顺理成章的降息，只要一降息，它就是利好金矿股 JDX， 还有黄金的 ETF JLD。但是如果涨息就完了涨息是利空黄金的，因为你拿着美元存在银行里会有更高的利息，但是你拿的黄金它是什么也不会产生的，它只是金子。总结一下，我的策略非常清楚，在这次恐慌暴跌中，芯片股是反弹最快的。等散户因为 FOMO 情绪开始追高芯片股的时候，我就会卖出一部反弹的芯片仓位，重新买入 JDX 黄金矿业 ETF， 目标仓位是 15%。现在还不急，因为在这种级别的恐慌暴跌中，芯片股是反弹最大的，我必须先把这一段吃完。之前很多集我都跟大家说要跌了，大家要买。为什么很多人还不敢在大跌的时候买？原因就是他们的脑子里在大跌的时候只有恐惧，无法思考，他不知道这个股市的核心逻辑，为什么跌了以后股市还会涨。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假设这个全世界只有一只非常厉害的鸡叫做可乐鸡。今天一群邻居说我出100块钱买你的鸡，你不卖。第二天他们就说要打仗了，10块钱一只，你卖不卖？如果你恐慌，就把鸡卖了，什么都没有了，只获得了10块钱。但是我不卖，因为我知道这个鸡它会下蛋的，这个蛋下了以后养着，半年后我可能就会有10只鸡，1年后就有100只鸡。等到1年之后，你再按恐慌价10块钱一只鸡，你算这100只鸡，它也是值1000块钱。而这个就是核心的逻辑。你把这个逻辑再套在麦当劳上、沃尔玛、台积电上，你看对不对？这些优质的公司就是不断的赚钱，然后开店、开厂，然后再生产、再赚钱、再开厂。所以这个股价跌了，它就跌了，但是它实际上还是在扩张的。
它每年赚的钱还是慢慢的增长。所以这些优质企业它的内在价值是不断增长的，而增长了以后，总有一天大家会真正看到它是值1000块钱的。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选择这个股票这个企业一定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企业。如果所有人都在建机场，那机场就不值钱了。这个时候你就要把机场卖了，买入高端的什么和牛厂啊。我在这里都是免费给大家普及投资知识，因为这些都是学校不会教给你的。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财富经理，再到私人银行，最后到机构投资，一共18年，18年的系统培训，服务过很多富豪还有机构投资者。我现在做的事就和在我私人银行上班一样，把重大的资讯写成报告，然后讲给大客户听。如果你喜欢我经常给你讲这些财务知识，就请帮助我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或者点击置顶留言的连接，下载某某入金，顺便拿一下他们最高$1000的英伟达股票奖励。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我每一条都会看，之后就会把大家的问题总结起来，做成专题影片讲一下。好了，我们下期再见。